我看租房，我的天，对呀，你想这一般的德国人，这可不半个月工资去掉，有的人就是1个月工资就没了，因为自然物价涨了，好像德国人给小费都少了。很自然的囊中羞涩了一些吧。他觉得贵了，没觉得冤得慌，因为你像咱以前就他们德国那个卖的那个猪排嘛，对，这schnitzel猪排，我不知道你们那个，你们那肯定贵，我们那个州啊，我们那州我觉得全德国我们那州就这个吃的来说都比你们那便宜，是吧？啊，比南德比西德都便宜，我也奇了怪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去了这么多地儿。但是便宜也不是便宜，就便宜一点啊，就个便宜只真的，比如说像你们那以前，比如说像以前就是随便一个小就是一个餐馆吧，就是典型的维也纳猪排，对，维也纳猪排，8块9，8块9，8块9块，9块，现在15块起步，15块是起步，你想想，你看我在。饮料涨得也很厉害。哎呀，饮料我跟你说，以前一般饮料4、5欧元了。以前在那个餐厅吃饭，那个啤酒啊，2块5，2块5一，就那啤酒，就那个哈勒布利特。一到那去，哎，给米安那哈勒布送买啤2块5，就包括。现在，在我们那起步都开始4块。一瓶啤酒4块钱，以前2块5。要2块5到3块吧，现在4块。要到你们那边去，一般5块了，就起步都5块了。到南德在那个西德和北德更贵。上次我见到也是饮料，可能是啤酒什么5块9。对呀，我特别的惊讶，5块9很贵了。对呀，5块9可真，你就那么一个饮料5块9欧元，你想这是我觉得多少人民币？对，5块9大概在6、8、48、45，就说就咱不多说45，咱说40吧。就随便一个地方，还随便一吃饭的地方40，你想，40是饮料那个啊，你想，而且你在德国那东西属于最便宜的东西，都涨成这样了。而且你看，很多举的例子太多了，比如说巧克力啊，巧克力，这巧克力以前都是几毛钱一块，涨50%。现在以前几毛钱一块，现在都是最便宜都1块多。没便宜东西，你像最简单的小熊糖也是，以前的小熊糖几毛钱一袋，对，现在都是1块多。对，那小熊糖都涨了，没说哎呀你说还有啥东西不涨？你说什么东西没涨？没有，除了他们人没涨。为什么现在德国现在他闹罢工游行上街游行，就为了涨工资啊，受不了老百姓。而且你看最缺德的什么？坐飞机，现在刚来的时候，刚次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了，行李要单加钱的。对，是。他短途只要在欧洲境内啊，短途从德国出发，比如说，反正我不知道你们那法兰克福，反正我就在慕尼黑出发吧。比如说，我飞巴塞罗那，那人机票300-400欧元。可是行李一去单独就往一个方向去一趟。就将近100，你再回来呢，你不能把行李到那儿去，我扔那儿不回来，再提了回来呢，又加100，没法弄。所以说这东西，哎呦，不是说德国、欧洲都这样，法航也这样子，荷航也这样子，好像还西班牙航空公司也这样子。反正就是欧洲短途。本来我们没想回国，这一段就这个时间段，我们本来想去格鲁吉亚，机票600多。我说600多也还行嘛，无所谓，一去一回嘛，坐飞机去2个小时，回来2个小时，也不远。到了那儿我一看没行李，我靠！我说没行李，咱俩不能就提了个包去啊？那你去2礼拜，那衣服怎么换呀？还有我说行李，再一看，一个行李加80欧元，来回160。就你一个人的行李，来回160。我一算了看600多，再加上跟中国一样的价钱，跟来中国价钱一样。我说那我我说那就回国吧。我说那回国吧，就回国，我好歹我再回国消费还低点。对，那格鲁吉亚消费也低，但是它低也相对于德国来说低，它跟中国比还是贵。格鲁吉亚那地方你知道吗？也不比中国便宜。所以说我就后来就算了，得了，我就来中国吧。而且我不用签证，直接就飞回来，直接就进了。你要到格鲁吉亚的话，也不需要签证。但是呢，格鲁吉亚再一个。一是这机票不合算，二一个
也危险，那地方不是现在现在那地方也危险嘛。这个跟俄罗斯跟乌克兰那打仗，你格鲁吉亚飞过去，万一哪大爷那航空导弹那个反飞机导弹发错了方向了，给我们这揍下来，招谁了？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这东西都不好说，你知道吗？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说你们想今后退休之后回中国，那么你们最喜欢是哪里？肯定是气候最好的地方，对吧？他喜欢去，我喜欢昆明。昆明不错。他喜欢这云南都不错，对我哪儿都行，我都喜欢，我只要不热就行，我就怕热。是，我也怕热。我这么瘦的人，我怕热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看了很多了，全世界的地图都找遍了，去哪儿？是云贵的气候都不错，因为它是高原。对，我喜欢跳舞，所以呢，他喜欢跳什么萨尔萨、巴查达、美林嘎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说咱们先看的是那些个古巴啊，就这些个。这多米尼加 Republic， 还有这些国家太穷了，又热，而且物价挺高，特别物价比中国还贵，因为他们是海岛，进口，对啊。后来我们又看墨西哥吧，又觉得不安全，对，墨西哥觉得哥伦比亚这些地方黑帮太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不安全，所以最安全是中国，我觉得。搞旅游，要说旅游嘛，短时间去看一看还行。要说生活有点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像你说巴西，我也想去看看。他说巴西也不安全，他也不安全，对，巴西也不安全，太不安全了，你知道吗？像这南美洲就没有安全的地方，是除了智利还好点，智利还好一点。我觉得古巴要比智利安全。古巴是安全啊，就是说，但是古巴太穷了。我昨天在车上不是跟你说吗？我说这古巴他们政府也是。这古巴共产党他们也不想脑瓜，您但凡活不跟中国学一学10%，这古巴就变一天，你知道吗？不学没办法。后来回中国吧，回中国几点？9点12。好吧，就这么着吧。后来我回中国以后去昆明，凉凉快快的高原地区嘛，凉快，主要是凉快，找凉快地方，不是找热的地方。以后如果我退休了回来，秋天来我们这里非常舒服。如果我在这里，你们可以来。其实秋天10月份，国庆之后非常舒服。对，这地方秋天，冬天冷点，冬天冷点。秋天那2个月是最舒服的，对，又不下雨，然后呢又不热。我们是肯定的，这是必须的，就是说将来。我不怕冷。他不怕冷。我怕热。冷你可加衣服啊，冷多穿点。热你怎么热不能扒皮呀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扒皮不行，所以我也怕热，你知道吗？家里人海边儿，其实我也想，我觉得北海也还行。北海也不错，对啊。他就不喜欢，我带他去过一回北海，他印象不好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？北海他觉得那个渔民码头嘛，他觉得好臭啊，脏，因为那渔民杀了鱼，那死鱼往水里扔。一般你是去沙滩呢，不是去那个码头。对啊，他。就那么一个坏印象，所以他就不喜欢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再去再看，再去再说吧。对，我觉得北海还行，物价又低。涠洲岛你们去过吗？涠洲岛没去啊，那回去没去，没去，涠洲岛没去啊。它是个火山岛。对啊，可是涠洲岛它也不能住人，它不让，不是。你不能在那移居在那块儿去啊，你就只能旅游可以，那当地人渔民可以住，这行，这都不是事儿。你很多酒店现在对你只能在酒店住几天就行。你说我在那住2月，酒店可就住不起了。但你可以住民宿啊。民宿我不知道那民宿什么价，我也没看。反正我就说啊，北海对，我觉得北海，因为那地方它没有地震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查了，我每个地方都看一下那个。广西一般都没有地震。对，它是你广西太热呀。就是太热呀！我也想来广西住，广西太热，好家伙。云南是比较合适的。云南但是别往大理那边了，大理那边有地震啊，所以我就说云南咱找一个地方。昆明啊。啊，昆明或者昆明。丽江不行吗？丽江它不行，它有地震啊。我怕有地震，那地方地震带上，万一哪儿一咕啾，你谁知道你哪天点背地震？万一你们喜欢贵阳呢？因为你们今天去贵阳。对，有可能。它也是高原。对呀，有可能，贵阳有可能。看看再说吧。还再说。你别忘了，在德国退休可67岁才退休。
67岁啊，我也知道，对啊，67岁才退休，你想想。我们现在有些同学已经退休了，女同学，我们这里。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，我嫂子她50岁就退休了。啊，她是工人是吧？不是，她上公司上班啊，她50岁退休了。在中国啊，在中国呀。中国。你像现在最可气的政府，在德国政府在商讨要到70岁退休。我知道。我说这帮直接入土了啊！我说你这些王八蛋，我说你应该写99就完了。谁有那本事谁拿这个退休金，没本事你就直接死在工作岗位，直接给你挖一坑埋了就完了。我说你不是耍混吗？70岁退休，70岁能干什么呀？你告诉我。哎，在德国，我知道男的是67，女的也是67啊，都一样，没男女区分，没有。他在这儿平等，但是在挣工资上他不平等。对，女士在德国是受歧视的，她挣工资比男人低，但是在退休上男女平等。对，都在一个时间段让你退休。退休呢？不是退休啊，都是在退休，在时间上都一样，都67岁退休，没有。67，他不像中国是女人比男人提前10年退休。德国是这时候女人跟男人平等，提前10年或者5年啊，对，因为女的她身体她身体方面需要的岁数大就不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这挺人性的，而且你看，老说中国贪污这，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那中国贪污的问题。你说没有贪污吗？全世界哪个国家没贪污？不可能，必须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德国也一样存在贪污，他们你看收黑钱，比如像那谁，在新冠的时候，那个外长和他们和是那个卫生部长，对，还是Spahn，就他收黑钱。卖疫苗，现在查那个冯德莱恩卖疫苗收黑钱，这不是贪污吗？Spahn也是，他是卖口罩。对呀，卖口罩收黑钱。然后买那个在柏林买那个别墅。那个外长和那个和他们那个绿党那个叫那个哈贝克，他们那是因为多收了的多报销那什么钱，那个什么钱啊？几千欧元啊！他们他不是收回家，他是属于那种，你自己办私事花了钱了，然后他再拿政府报销，干这个，就干这个。还有你看，像最可恨的是，我觉得那些政客，昨天我跟你说那个，他工作8年，他拿永久有终身制的拿着那个公务员那个1个月收入1万多欧元，而且还是免税的。你说这是合理吗？这真不合理。我觉得你。怨不得怎么都什么人都削尖脑袋想当政客呀，而且他们削尖脑袋而且不为德国工作，然后美国人扶持你，比如说你还行，你甭管你什么学历，美国人觉得你还行，替美国人办事儿，那我就扶持你，你去当那什么政客，就像那个360度那外长似的，在英国攻了1年的伦敦政经学院，1年，跟那个蔡英文一个学校的，俩人一个学校是，而且他们俩人。他最可气的是什么？他大学没毕业，中学是中学，大学没毕业，他到那儿攻了1年，他硕士完了。你说这不是纯粹就是可能是假的文凭吧？肯定是啊，这肯定这个学校这里学校在中国，我估计我记得看过查过他的料，在中国好像这学校都不在中国都不认的。野鸡大学不是不认他的文凭的，我不是叫野鸡大学吧？你说这种人他能领导没工作过，从来没工作过，家庭妇女，而且有没有可能说他做过暗娼？反正小道消息有网上有出来过，咱不管他，这以后咱搁一边。你说没工作没有经验，他怎么去？怎么去？怎么能上来就治理一个国家？这不胡扯吗？现在说德国有什么好的？德国好的，德国美女多。德国美女多，你身边就有个美女对吧？德国美女多，德国是美女多，没错，德国美女多，要不怎么找一德国美女嘛，是吧？对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德国确实，其实德国，而且，哇，德国他们你说美女吧，真是有瘦的，是真的有胖的，好家伙！就是有胖有瘦，那胖的是真不像话，那瘦的也是真不像话，真的，他们真的走极端，我发现。而且主要是德国女人我觉得德国女人特硬，就是自主独立性特强，你知道吗？
这不是好处。他不像中国女孩的，中国女孩老要求男的特完美，真的，他要求男人特完美，自己无所谓，你随便一看你就知道，他要求男人特完美，就恨不得没有一点瑕疵，但是可能嘛？你想想，又要求他帅，又要求他有钱，又要求他温柔，又要求他懂事儿，你想想，有这好事儿，轮到你了吗？你想想，就这样，所以说啊。其实夫妻就说什么，只要俩人在一块儿聊得来就行了，别天到晚三天两头吵架，那当然也够糟心的。你知道吗？三天两头吵架，你要说俩人要说三天两头不吵架，他也够糟心的，谁也不理谁，也够糟心的。这东西就是说合得来，有些，哎呀，那天我看国内那抖音上有一个女的告诉啊，你说搞一对象那个女的，就是说她不让那男的。回了家晚过10点，咱离婚，什么你妈病了我不管照顾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就这么一个女的，你说她30多，婚前协议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她30多了没找着对象呢，她找一高了人给她介绍对象，她去了就跟那男的这么说的，我要求这5条多了没有，然后怎么着，反正特别，我说你妈，人家男的他妈病了，你帮着照顾一下，我不管，你要让我去照顾就咱就离婚。我是怨不得你家30多了，你找不着对象呢。我操，就这样谁要搁谁，你搁谁他也不要啊。要他干嘛呀？你说你要长得天仙似的，也有的人咬咬牙也认了。你说是不是？问题是你还不是天仙呢，你属于天仙里边挑出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说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该走了吧？几点了？差不多走了。20了，该走了。那等一下，你们今天去贵州，第一次去对吧？第一次去，我去过，带老婆去，看看贵州。对，贵州嘛，看看贵州。我去贵阳，我去过，遵义、安顺我都去过。然后像什么千家苗寨，或者西江苗寨，这都去过。梵净山我也去过，但是昨天我还有梵净山它不是那个有这爬上去嘛？这很陡的石，它2块石头上面对吧？它2块石头上建了2个小庙，建了2个小庙吧？你走得上去就行。能走上去吗？得走1-2个小时呢。能爬上去吗？能。我看着特别陡啊。陡能爬，那肯定能啊。陡才有人能爬得上去呀。陡它归陡，但能爬得上去呀。后来我看了一下，他不爬，他说不去了。梵净山他不行，他爬不上去。你想，那上面人踩着下边人脑袋，你想想就这样啊，那好吧。就这样吧。那非常感谢啊，也感谢你们来，盛情邀请，我们得感谢你也得。希望你们度过了这2-3天，美好的日子，在我们工程。谢谢。希望今后能再来工程。有机会肯定来，有机会肯定来。